曾几何时，在互联网上有2类摄影师，一类是正经拍摄的，还有一类叫做键盘摄影师，你肯定也听过。但是这2年仔细想一下，逻辑上我有了键盘，我真的可以拍东西，因为有 AI。所以这次我拉上了我们公司的短片导演插座，他做过 AI 的项目，所以他真的只带了一台电脑来到了哈尔滨。那同时我也拉上我们公司的样片大师大成，他有一台10万块的哈苏相机，还有就是我们合作伙伴努米亚 Z80 Ultra， 我们一拍即合，想和你来看看 AI 和人拍在今天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看个乐子，学点东西，我们来吧 ，Let's go。首先走上街头的是大成，作为传统摄影派，他的风格在于主动和当地人建立联系，比起作为旁观者记录下街头，他更喜欢主动走进拍摄对象，让自己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何靠近一些被摄主体？我个人的方法就是厚着脸皮，笑着脸，把我所有的攻击性全部压下去。然后呢，只要你行动的够慢，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存在。首先面带笑容。拍张照。你给我照漂亮点啊，小伙子啊！好。照磕人不行啊。好。我长得这么精神。大爷，您能站在这样吗？站在这儿这样。我给你俩拍张非常帅照，您再站这儿。啊，对。其实我个人以前也是非常反抗用35毫米甚至是更广的一些焦段，因为它非常考验你的构图。但是现在呢，我总结出一些经验，你可以把机位降下来，然后往上去拍，省略那些地面的信息，你就可以拍出纯净背景的一些主题。我自己觉得，在街头摄影之中，缩短物理距离是消除心理距离最快的方式。在这方面，手机其实挺有优势的。比如 Z80 Ultra 的35毫米人文主摄，能够提供最接近人眼的自然视角；18毫米的超广角则负责容纳广阔场景。它俩组合拍下的照片，与其说是记录，更像是在讲一个身临其境的故事。而在哈尔滨的另一边，我们的 AI 生成大师插座对于故事感的理解则完全不同。这个车站会让我感受到当年可能有这么一个老人正在这里很着急忙慌要赶火车的情景。我输入了提示词，第一次先非常简单，是一位老人在老式的火车站内模仿大师级的摄影作品。还不错吧，但是你会觉得很单调。其实只要用到一招就可以了，那就是给这个提示词多描写一些细节。就比如说，一位中国老人站在复古的火车站月台，穿着典型的90年代风格的衣服。火车站的天花板采用了复杂的钢结构，老人一手拎着大包裹，一手拿着火车票，略显疲惫地等待着上车。车站内蒸汽弥漫，人群的透视感很强，黑白照片带有胶片颗粒感，在丁达尔效应的光束照射下，延时摄影，大师级摄影风格。虚拟叙事确实是 AI 的特长。哈尔滨那些凝固着岁月的建筑和街道，在它的描述和 AI 的帮助之下，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让我们能在一个场景里面同时目睹当下还有过去。那除了像插座那样用分镜思维精准的交代光影、时间、情绪、氛围，还有一些技巧可以用来引导 AI 抓住重点。比如说使用只修改面部，其余保持不变这样的语句，能让模型达成类似于蒙版的局部修改效果，或者是加入仅限于或者只允许这样的约束词，能够很大程度减少你的不断生成、反复抽卡的痛苦体验。估计你应该是那种不会自己主动去拍艺术写真照的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我给你生成了一些，你感受一下吧。我的写真，第一个上面写的刺激，这个刺激的点是哪儿？师生是刺激的一部分吗？就是这个眼神非常的酷啊，就有点像，我眼镜拿掉，你们对比一下，你觉得这像我吗？你们更喜欢我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讲真，这个你让我第一眼看，我都会觉得好像也许是给我拍过的照片，就是我不会怀疑，不是，这太猥琐了吧？这和帅气的姿势这是你对帅气的理解吗？如果想要 AI 出图的质量更好呢，还有个很好用的技巧，就是先实拍再合成。很多需要保持人物一致性的短片，采用的都是这个办法。那我们也找了机会去试了试这招。反正说白了，只要你能够留一个好的底档，你就是能够用来替换各种东西。最好还是现场拍一个，比如现在差不多你们拍一个。你还别说，这 Z80 Ultra 拍的照片真挺好的，它这个35毫米我非常之喜欢。真的，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个 Z80 Ultra， 你只要配上这一套以后，真有点东西，拍起来特别爽。
来了，好紧张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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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翅膀往上了。不是，你这个模型有点问题，你这个模型漏删东西了。它混入了脏脏的提示词。那讲真，训练 AI 真的要非常注意模型的污染，不然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被生成出来，非常非常怪。是什么？还要去埃及吗？我现在去埃及，我不想在这里了啊！你街拍，你能现在给我拍到埃及去吗？这也挺埃及的。我这是埃及，你那是 AI 级。我的天啊，你要的埃及书已经来了。我短短的1分钟，我们已经来到了埃及。我的妈！直接是法老，直接可以住进去了，直接可以住进金字塔的级别。那说真的，如果给你一个完全盲测的图库，你能够分得出来 AI 和实拍的区别吗？我觉得插图在没有精修的情况之下，能做到这个地步，是不是还蛮恐怖的？就它这个慢门，你还别说，做的还挺有感觉的。当然，现实中你几乎拍不出这样的照片，因为你需要人完全站定不动，这就不是街拍。但是从第一眼看上去还是挺震撼的。就是我发现 AI 只要是有帽子，然后有细节，以前我们经常说 AI 细节少，是的，但现在一点都不缺细节，它没有涂抹感，你放大看也是经得起的，而且它的颗粒做的很均匀，就这种是 AI 目前都生不了，它没办法做这个糖，因为它外面有包装纸，它做不了这种半透明的，然后里面又有一个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它就会走形。这张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就是你第一眼你会觉得它有点超现实，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像也能拍出这种感觉，尤其是它锐化加的比较多。这张我感觉啊，其实不是，我觉得是 AI， 它太完美了，它过于完美了，它横平竖直，一切都很完美 ，everything is perfect。当然，AI 生不成这种细网格，就这个东西就可以看出来不是 AI。是的，就这个东西 AI 目前还做不了啊，因为细节度太高了。哎呦，这是我觉得我目前看过这些作品里面最好的一张。这张你是用什么提示词生成的？我先用 AI 说，请告诉我这张的提示词，然后我再换掉里面元素，我说把它换成红色上衣的小男孩等等，在城市里穿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AI 技巧，就是我很建议各位能够参考一下，就是把一张东西先给语义化翻成文字，再用转化的文字再去生成你要的东西，你相当于解构了这个作品，重新再重构它，你可以选择加什么取什么元素。我觉得 AI 和实拍在以后不一定会是谁取代谁，更像是一种平行的选择，一种负责见证世界，另一种负责帮你创造错过的瞬间，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么问题就是，屏幕前的你会想用 AI 来做生成吗？我想听听你的答案。插座，你觉得你是它的作者吗？好神奇的问题啊！我竟然从来没想过。我觉得我只是他一半的创作者，我觉得剩下一半是他自己去学习了网络上的那些模型啊，参考。就虽然你投入了精力去给他提示词，但是你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是我真实的一个作品。其实好像不是特别有这种强，对吧？你不行，你就再扔掉，再来一个。是，这是我觉得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丧失了作者性的自豪感和珍贵性，因为你知道随时会有另外一张图可以更好的替代它。因为你的提示词摆在你手上，其实你就握住了下一次再产生一个机会的可能性。所以，当 AI 能够模仿一切风格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回到最原始的问题：那技术之外，什么才是独属于你、不可替代的表达？那最后，非常感谢努比亚 Z80 Ultra 邀请我担任街拍体验官，让我在哈尔滨街头重新体会到和朋友一起随走随拍的乐趣。在这个时代，坚持35毫米主摄需要勇气，而它使用实体机械快门的仪式感和智能 AI 出片的人文感，完美回应了这份坚持。工具的价值或许从来不是替代我们，而是更好的帮助我们表达和记录。感谢努比亚 Z80 Ultra， 它让我重新触摸到了这种记录的实感，去定格那些稍纵即逝的我们存在的意义。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3转发，对我们非常的帮助。你还想看到哪些有趣的摄影挑战？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